我现在手里的是 vivo 刚刚发布的大家期待已久的灭霸，没有错 ，X100 Ultra。哎，这里有一枚100瓦的 Type A 充电插头，有一个黑色的软质手机壳，我们一起来撕膜啊。哎，好啊，这样打开了，1、2、3，当当啊！第一款开出的是那个次推荐的配色，对不对？黑色，这么拿在手上也不轻。那用排除大法，我知道了，这个应该是那个主打的钛灰色，对不对？看那个宣传图啊，是更喜欢这个钛灰色。哎，这个撕得很顺利，当当，哎呀，好看，哈哈，这个好看啊，灰中带有一点点银，哇，这个好好看，这个好喜欢啊。这个我把这个黑色再给拿回来，大家对比一下，明显我必须得推荐这个，这两个这差距有一点大呀。这个你走在大街上辨识度，这个黑不溜丢的，呵呵，大家一致选这个啊。由于这次体验的时间不够长，所以说今天的视频呢，只能和大家分享4个部分，分别是外观、屏幕、卫星和影像。我们先说外观和手感。X100 Ultra 从设计语言上延续了 X100 系列弦乐偏心圆的设计啊，镜头的边框呢是下宽上窄。对比一下钛灰4节啊，你就知道 vivo 这颗镜头模组有多大了。其实单从设计美学上来看呢 ，vivo 这次设计我是满意的啊，就没有追求前2年那种800米开外的辨识度啊，简单协调。只是这颗镜头模组是真的大呀，它其实已经侵占到食指正常握持的区域了。这一次你别看一眼望上去简简单单，但是细节非常丰富。首先，镜头模组首次出现了类似手表表壳一样的包裹设计。镜头外圈的上层采用的是亚光金属拉丝，下层呢采用的是亮面太阳纹。侧边框削出了一道平面，去提升握持的稳定性。底部边框呢则有一个向内凹陷的切削工艺啊。第二个部分呢，聊聊这次这块屏幕。这一次 vivo 的屏幕颜色变得比以前更准了，能明显的看出 X100 Pro 它的饱和度是要更高，对不对？色彩更鲜艳。而 X100 Ultra 和 iPhone则更加接近。有同学说到，这个屏幕颜色鲜艳还不好吗？我就喜欢看鲜艳的呀，这看着多舒服啊！但是屏幕颜色不准，它可能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一张美食的照片，你在你的手机屏幕上调整到了你认为最好看的效果，但是发到网上之后，其他用户看到的呢，却并不是你心目中的这个预期的照片。所以说，屏幕色彩准确的最大优势就是让你和这个世界时刻保持同步。第3部分呢，我们聊聊卫星啊，这是 vivo 首款支持卫星通信的机器，我给大家实际测试了一下，跟之前天通卫星机型大部分的操作逻辑是基本相同的。首先，它是电信手机卡独占的一个卫星服务。开启搜星之后呢，你可以转方向、调角度，让手机跟这个卫星更好的一个连接。连接上卫星之后，可以实现卫星通话。好了，现在卫星连接成功了。然后我们看一下啊，首先呢，这里有电话啊，在这里可以打电话，在这里可以发短信。即使对方没有开通卫星服务，也是能够正常的接收电话和短信的。vivo 在卫星功能上呢，增加了一个常见的求助电话簿，就包括什么保险公司啊、各种汽车厂商的售后啊。另外还新增了一个闪光灯，支持打出 SOS 的模式。好了，接下来进入正片环节啊，讲讲影像。vivo 喊了半年的灭霸，到底有没有那么强呢？灭霸呢是复仇者联盟中的一个超级反派啊，他集齐了宇宙大爆炸之初诞生的6枚无限宝石，分别是空间宝石、现实宝石、力量宝石、灵魂宝石、心灵宝石和时间宝石，从而获得了顶级的影像能力。灭霸获得的第1颗无限宝石就是可以强化力量、防止手抖的力量宝石。Ultra 的1英寸主镜头呢，这次加了一个微云台，实现了最高2度的防抖。实际测试了一下，对比目前的视频王者 iPhone 啊，光线良好的时候呢 ，vivo 和苹果的防抖效果是几乎相同的。画面视野更广这一点呢，苹果一直是无敌的存在。但是今年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点就是色彩。Ultra 的色彩表现和 iPhone 非常接近啊，这一点对于用手机拍摄的创作者就非常有价值了呀。iPhone 和 vivo 2台手机一起拍摄，素材也不会有太大的色彩差异。而在强大的力量宝石加持之下，X100 Ultra 也成为了安卓世界首个支持运动模式 2.8K 级别超级防抖的机型。我们对比了一下苹果的主镜头啊，两者的稳定性几乎相同。大家注意啊，我这是在跑步状态下的防抖效果。侧拍的主镜头，我又紧接着测了一轮超广角。好了，现在呢来测试一下 iPhone 和 vivo 的超广角开跑。没有开录。
超广角的对比中 ，iPhone 的稳定性呢还是要略强一些，但是两者已经非常接近了。这还不算完啊！通过更强的防抖 ，vivo 解决了此前夜晚拍摄视频的一个大问题。大家可以注意一下画面中出现的这个霓虹灯广告牌，强如 iPhone。在拍摄夜景视频、暗光视频的时候，也会出现明显的画面抖动的情况。而使用了力量宝石的灭霸，就好像一只巨手拖着主镜头一样，稳稳的拍摄。那么，力量宝石要付出代价吗？要的啊。一个呢就是这个镜头太大了，握持舒适度它是要落后于 iPhone 以及 X100 Pro 的。另一个就是在变焦的时候，你是能够听到这个防抖马达的声音的。上一次视频中我们曾经提到 X100 Pro 它碍于家族地位，防反光镀膜是有所保留的，而这一次 X100 Ultra 应该是摊牌不装了。苹果和小米在强光源下，你是可以明显看到有鬼影反光的，而 vivo 和三星画面超级纯净。第二颗无线宝石，空间之石。凭借这颗宝石，拥有者可以任意跳跃到不同的空间。Ultra 这次配备的呢是一个2亿像素长焦镜头，拍摄同样一座城堡啊。vivo 的望远能力已经超越三星了，和小米应该是打成一个平手。但是大家有一点需要注意的就是 ，vivo 它可是一枚3.7倍的长焦镜头，而小米和三星都是5倍镜头。而当灭霸开始使用空间宝石的力量，开启2亿像素拍摄之后啊，实测。2亿像素拍照的速度呢，要比我预想中更快一些。当我放大这张照片，好家伙，这感觉比10倍变焦还要清晰啊！同样拍摄一张格兰芬多的旗帜，2亿像素放大，你能够清晰的看到旗帜边缘的针脚。站在同一个位置拍摄远处的告示牌。大家看一下 vivo 3倍镜头，它是硬刚三星和小米的5倍长焦。大家可以看一下广告牌字体它的清晰度。空间宝石加持下的2亿像素拍照效果，如果这么好的话，我以后把2亿像素作为默认拍照模式行不行呢？不推荐啊。2亿像素它拍照虽然清晰啊，但是一张照片的容量达到了70兆。2亿像素它的核心价值是实现了3.7倍镜头去媲美5倍长焦的画质。另外呢，对于很多专业的摄影师来说，可以利用高像素去后期做裁切，或者巨幅打印照片。第3颗无线宝石，现实之石啊，也叫做以太粒子，能够通过出色的美颜算法以及人像拍摄，修改现实中的人像画面，实现虽然你 P 图了，但是别人看不出来，以为那就是现实这样的一个效果。大家看这张小姐姐面部，它的细节非常的丰富啊，面部呢还因为迷人的笑容有一点点细纹。那这张。其实是开启人像美颜之后的一个效果。我如果关闭美颜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她小姐姐面庞呢是有一点点这种小斑点的。如果我们把它脑补成痘痘，那你想象一下 ，vivo 的超大杯就会动用现实宝石的力量，让你那个痘痘完全消除，但是别人还看不出你开了美颜。那么问题来了。这一次 vivo 手机它拍人像表现如何呢？我找来了目前我个人最喜欢的人像3巨头，这3张照片直观的对比，大家不看细节，只看颜色和影调的话，你更喜欢哪一组呢？值得一提的是，之前 vivo X100 Pro 啊，因为它把长焦弄得太长了，100毫米，导致每次3倍人像画质那都是同组别里最惨的。而这次 vivo 重整河山，把长焦调回到85毫米这个人像经典焦段，从而带来了非常清晰的人像模式拍照。至于大家最关心的人像模式发丝处理， vivo 这次因为超大底传感器啊，它自带光学虚化，配合算法。根根分明，这还不算完。这次 vivo 现实宝石能力全开啊，新增了高清人像模式，通过长焦镜头像素4合1，带来了一张5000万像素的高清人像。高清人像模式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拍照的时间有点长。我按下快门，大家可以看一下是这个画面，但实际得到的呢是这个画面，所以说并不适合抓拍，更适合摆拍。高清模式下，它的面部细节超级丰富，衣服上的细节也非常的多。第4颗无线宝石，灵魂之石。当我们站在山顶俯瞰山脚的时候，就要用到这颗宝石。我发现这几年好像演唱会大火啊，许多同学为了能够拍到自己喜欢的演员啊、歌手啊，都会花钱去租一台相机，对不对？如果我们能直接使用自己的手机拍到喜欢的演员，是不是就更简单省心了呢？第一轮测试呢，是我进入这个剧场之后，我直奔剧院最后一排。这个距离它虽然说不能和那个鸟巢那种大体育场相比，但是可以模拟很多在体育馆，对不对？或者剧院里进行的演唱会这样一个距离。vivo 为了让用户把眼
演唱会拍好，使用灵魂之石啊，带来了一个舞台模式。这个模式呢，主要解决了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舞台光线通常比较暗，手机普通模式直接拍照的话呢，那个照片啊会刻意的去调高亮度。第2个问题呢，就是因为还是舞台光线比较暗，很可能会自动触发那个夜景模式，拉长曝光时间，就错过了那个最美的瞬间。而舞台模式则会按照演唱会的光线调整曝光，同时减少快门时间。虽然说坐在最后一排，但拍出了这样的照片、这样的照片以及这样的照片。同样一个场景，我再对比一下 X100 Pro， 大家能看出舞台模式下在视频下的优化效果了吧？怎么？你觉得你自己还能飞得更好？对比目前拍演唱会很强的三星 S24 Ultra， 除了噪点多一点啊，画质其实也不输。但是啊，一旦遇到光线比较复杂的环境，三星呢就会出现比较严重的过曝，而 vivo 的控制就变得更好了。进入比拼第2轮，我又来剧院，我又看了一遍。好家伙，这回我直接去第2层了。这回我坐的位置就更远了，这个真的有山顶的感觉了。这一轮对比过程中呢，我对比的是 iPhone 15 Pro Max， 就是苹果的长焦，色彩很棒，但是噪点很多。vivo 超大杯的优势就很明显了。而到了视频环节，这个部分两者打成平手吧。苹果的曝光控制和色彩非常强，但是 vivo 的细节更多。第5颗宝石，时间之石，电影中呢称之为阿格莫托之眼，拥有掌控时间的力量。时间之石自然要提到这次 vivo 超大杯主镜头和长焦都支持了 4K 120帧视频录制。大家看一段曼妙的舞蹈啊，我可以使用时间宝石让舞步瞬间变慢5倍，这就是120帧的力量，它让时间放缓，涓涓流淌。而且别忘了这次全系 4K 画面啊。没错，大家刚才看到的那个画面呢，其实是我从 4K 的原视频中裁切出的1/4，这才是拍摄的原画面。长焦镜头同样可以实现这个功能，而且我们依然可以通过裁切去获得一段 1080P 全高清的5倍慢动作视频。那 4K 120帧的视频拍摄能力这么强，我以后把这个模式作为默认拍摄录像视频，这个好不好呢？其实时间宝石也有它所存在的问题，就是它因为要在1秒钟之内拍摄120张 4K 的画面，它就没有办法对曝光做到一个很稳的控制。如果当时阳光正好，那就会出现人物面部过曝的情况，所以大家要学习掌握好光线。第6颗宝石，心灵之石。心灵宝石可以提升精神能力啊，让你身边的人也被你所感染，被你所影响。电影模式。电影模式的一个考点呢，就是人物边缘区分它做的怎么样。这一段是通过主镜头所拍摄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整体完成度呢，我认为对于普通用户是很高的。但是如果抠细节的话，包括小男孩的头发呀、列车长的帽檐啊，就会出现不准确的识别。而我们切换到3倍长焦，因为本身它是大底加长焦的这样一个组合，就可以形成自然的虚化，配合上 vivo 的算法，完成度就非常高了。接下来我带着 X100 Ultra 进行了一个史诗级的挑战啊！大家看这段视频，首先我所选择的主角他一直在跳舞，对不对？除了前后移动，他还扭头，同时还有一个穿着和他完全一样的另一个人出现了。再同时，背景还有好多观众，也就是说需要在判断不同人之后进行一个快速的锁定追焦，这就让算法压力倍增啊。那么 vivo 这个问题放在视频王者 iPhone 身上，表现是否会更好呢？实测 iPhone 也是没辙啊。这个场景真的是太复杂了，但是这个问题是有解决方案的，就是之所以这是目前唯2的电影人像视频手机，它的一个核心差异就是在拍摄的时候呢，会保留更多的景深信息。你可以在手机相册里通过后期编辑重新选择对焦点，哪里对焦点哪里。经过我后期一顿狂点啊，现在完成度就非常高了。对普通用户来说，这个功能我认为要比相机更简单一些。你不需要去了解什么光圈大小，你不需要研究什么对焦，你就按下快门。复杂场景你就之后一顿狂点，基本上就可以获得一段比较接近专业相机的虚化电影视频。心灵宝石的结尾，我分享一段我拍摄的游客小姐姐她跟着环球嘉年华小哥一起跳舞的场景。我相信啊，对于绝大部分用户，在旅途中舍弃沉重的相机，拿出手机去记录这样一段充满感染力、热力十足的舞蹈视频，一段时间之后你拿出来看，真的就是值得回味的美好瞬间。它就像无限宝石中的心灵宝石一样，无论是视频中的游客，还是此时正对着手机屏幕的你，都能被这种热情所感染。怎么样，心灵宝石都让我圆回来了。
电影模式呢，目前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呢，应该是手机的发热啊，就是因为它的运算量太大了，所以说手机后盖这个部分会出现明显的温度提升。我刚刚收到了一个固件推送，但是我还没有时间体验啊。那当我们集齐6颗无线宝石之后，只需要打一个响指，五彩斑斓的大千世界尽收眼底。以上就是 vivo X100 Ultra 我想和大家分享的环节啊，6颗无线宝石集合到一款手机里。你别说这个词儿啊，其实还挺难套的，但是你只要用心去感受产品，我觉得我套的好像还不错。在我使用过的产品中 ，vivo 应该是目前安卓综合影像能力我最喜欢的一款产品了。它非常好的学习了苹果把影像场景化、赛道化的思路，其中4K 120帧超慢动作，加上超稳的主摄，加上2.8K 级别的超级防抖，加上电影人像模式，加上舞台模式，这个组合在更偏向拍照片的安卓世界中，真的就是灭霸级别的存在了。X100 Ultra 也是一款非常进阶的产品。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用户，那么其实 X100 Pro 的影像能力对于你来说已经非常出众了。同时，那款又兼具了相对轻薄的手感以及超长的续航。而 Ultra 呢，则更像是一款能打电话、能上网、能使用应用的相机。它需要更有经验的进阶用户，或者说只有在 Pro 级别的用户手中，才能够释放6颗无线宝石合而为一的全部潜能，成为真正的影像灭霸。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周文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